时光流淌，带走了许多东西，但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广州东山，这些印记是红砖碧瓦，是街巷里的笑声，是百年不散的书香。人们常常追问，是什么让这片土地历久弥新？或许，答案就藏在“守护”二字里。一群来自不同学校的同学走进东山，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寻找这里的守护人。守护始于记忆，老街坊们守护的不是一段逝去的时光，而是一座城市最本真的童年。如果提到东山的童年，您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画面或者声音是什么呢？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就是玩捉迷藏，就是拿着一个旧罐头，然后就往一个很深的巷子里面滚动，然后呢，这个声音停止了，我们就开始抓人，就是开始滚的时候就开始躲，就这样子玩迷藏猫猫。我们就不叫捉迷藏，我们叫做广州话叫叮当，就是扔了那个罐子的意思。老师好，你们是不是从小就生活在东山？我是在中山医科大学出生的，地地道道的东山人吧。我们整个大院有10多个小朋友、小同学在玩。我自己呢，就组装过半导体收音机，还组装黑白电视机。组装过12寸的，大概这么大吧，还组装过16寸的，大概16到18寸这么大的，当然是黑白的了。这些都是跟我们从小打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是离不开的。就小时候也有一些片段，就是放风筝，一天从早到晚放的，这个脖子这样软的，就好像都忘了放下来，不停地看着那个风筝。正是这些鲜活的个体记忆，汇聚成了东山共同的情感之河，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最初的温度与烟火气。而当记忆沉淀为实体，守护便化作了对一砖一瓦的执着。馆长您好，请问是什么促使您作为一位留学归来的年轻人，决定投身于一座100年老房子的活化利用工作呢？我们几个是在国外有留学的背景啊，生活过啊等等的。那外国有这么好的这种老的建筑，可以作为活化利用起来，结合现代的生活。那所以话也是促使这个原因。那我们觉得几个可以很好的去努把力，然后很好的把这边再重新的让它焕发现在的一个样貌。在修缮葵园的过程中，您遇到印象最深刻的人或事是什么？其实它虽然是已经过100年了，但是是这么美好的像艺术品等等的一个很好的承载在大家的一个生活环境里。特别是你很多海外归来的华侨，比如说像广州这么多年，它有它很大的一个变化。那很多就是老的爷爷奶奶等等，他们可能回国探亲的时候，回到这个地方，他可能还能看见原来这个房子还在，或者能找到他们以前生活的痕迹。那这不也是很好美好的一些保留的一些瞬间吗？确实。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通过复原历史的激励，他们守护的是其内在的空间之魂，让历史的舞台能够持续上演新时代的剧目。何老师您好，您如何理解修旧如初？现在已经不提修旧如初，或者说修旧如旧，我们会把历史上任何有价值的、值得保留下的历史的痕迹都留存下来。在修复过程中，有没有发现过什么让您特别兴奋或感动的小秘密呢？就说我们这个片区的来说的话，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可以跟你们分享的就是百元。那百元在前2年的修缮过程中呢，我们在前期勘察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发现它2个建筑中间连廊的这个伊斯兰拱券上面的花砖
它其实最开始呢，它是被这个白色的墙漆给覆盖的。后来我们就搭了脚手架，找工人去清洗之后，就发现原来它是非常漂亮的这种陶瓷的花砖。他们守护的是这片土地最深层的精神密码，确保过往的奋斗与荣光，在个人的记忆、建筑的实体、不息的精神，正是这不同维度、不同方式的共同守护，编织了一个个坚韧而温情的东山故事。他们彼此依存，相互滋养。没有建筑，精神将无处依托；没有精神的传承，记忆终将模糊。真正的守护，是让过去成为滋养未来的土壤。只要守护的灯火不灭，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就将永远生动，永远年轻。